男人的极限就是你裹足不前之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向前进，就敢去跨那一步出去。但是跨一步跟跨30步是不一样的，你跨一步2步，慢慢去探索这个边界，但是不需要一次跑很远，因为后果可能是你短期内没办法承担的。身心都一样。男子汉学院，本节目是由全台湾最厉害的 Podcast 录音室 Mike 赞助播出，感谢麦麦，感谢麦麦。我是 Eric 幺幺嘛，我是 Jeff Machine。男子汉学院是一个理解与探索男人内核的频道。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没问题。讲到内核，有一个史上公认内核最硬的男人，最 hardcore 的男人。对对对，好像也不是史上啊，就现在大家认为现在地球上最硬、地表上最强悍的男人。对 ，David Goggins， 大卫葛金斯。其实我们主要是要介绍这个人，然后我们要讨论这个有关于意志力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意志力一个极端，行为正确与否先不讨论，意志力是真的超强。他出了那本书嘛，就是叫做《Can't Hurt Me》，中文翻叫做“我刀枪不入”。对，它里面其实就是把他的这个半自传，简单来讲一下，就是他的故事好了。就是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就是酗酒，然后有家暴习惯的家庭。对，他爸爸对，然后就是在他蛮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带着他逃离那个家这样子。但是他从小他逃离的那个环境嘞，充满了种族歧视，因为他黑人嘛。然后他就是在学校也都被歧视，然后他就有点自暴自弃啊，然后就开始假装自己是 gangster， 就是穿个那个垮裤啊，整天在那边以为自己很帅。对啊，然后听说他考试都是用作弊的，然后他到了高中，他的识字能力，也就是他的阅读能力，大概只有小学3、4年级的程度，对啊，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就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就发现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他那时候就已经到了130、40公斤吧，就是很肥，一事无成，然后他就看着镜子里面自己，他觉得这到底是谁？我不能接受一个这样的自己，然后他又找不到方向，然后他那时候他刚好看到电视上有在这个募集这个海豹部队，对啊，这个是美国的那个特种部队的一个算是一个最有名的特种部队之一，对，很多人说不是最强的，但是是最知名的，对，然后他就心生向往，对，然后他就决定要去报名，然后他好像报名有一个那个门槛，就是他的体重超出太多了，所以他在几个月，好像3、4个月的时间内，他就从300磅，我记得是300磅吧，对将近150公斤，对，他减了好像40公斤左右，对，所以他其实在一开始，虽然他成长的过程有一点比较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心他是不认输的，对啊，然后他在很短的时间他就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他就做出改变，然后他也是在短时间里面去改进他的阅读能力，因为那个除了体能测试，他还有笔试嘛。那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有写到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很不顺利。第一个是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其实他蛮大一只的。对啊，然后他本身身体素质，因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锻炼，然后海豹部队要求的那种训练其实是很严苛的，很严苛。对啊，以他的那个状态，其实他做不了。对，然后再来一个是他在第一次其实他就有诊断出他其实有一些先天的疾病，对，但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传奇，就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用意志力克服，对，不是用科学的方式解决，就是硬干过去，硬干把所有你能够想象的，他是碾压过去。对，虽然他第一次失败，考那个 Navy SEAL 失败，然后他第二次再来，然后第二次他几乎快要成功，就是他腿断了，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咬着牙
他那本书里面描述，我真的是看着目瞪口呆。他就是顶着那个断掉的，就是其实我在猜，其实他可能没有到完全断，可能就是叫什么，有点碎裂、韧带撕裂或什么，对，怎么骨裂那种之类的，骨裂了，对，但那也真的是也很痛啦，这骨裂也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也是真的是不是人类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那种痛苦。然后他也撑去跑了几百公里，这样到最后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除了你要跑以外，他还要扛那种很重的木头啊什么的，所以在经历2次的失败，他到第3次他终于过了，对。然后更惊人的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3个特种部队训练，它涵盖海军，然后海军是那个 Navy SEAL 嘛，对，它叫做海军的海豹训练。然后另外一个他通过一个叫做陆军游击兵的训练，对，然后他后来还去参加另外一个是空军战术管制组的一个训练，对，所以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通过3个都通过，对，所以这很传奇啊。然后他的故事到后来，因为他就变成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对，然后他就开始为这些家属，就是因为他们募资，对募资，对，因为他们对慈善募款，然后他去开始参加超级马拉松，而且他第一次他就是挑战那种很100多公里那种，对啊。然后书里面其实很精彩，就是他去形容他内心的那种交战，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告诉自己不行了，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意志力去把它撑过去。因为他有参加一个比赛是接力马拉松，就1队4个人，然后不知道跑多长，然后他就是自己报队一个人去，然后他一个人跑4个人，他有参加一次这个东西，然后好像成绩还不错，然后别人是4棒接棒，他是自己跑，OK。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实话，或许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他很聪明的地方，这种接棒的马拉松或许不比一个超马来的困难。但是他利用这个方式去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所以对，David Goggins 超硬的，这我真的是很佩服。可是我觉得他也很聪明，又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慢慢会掌握到怎么样去得到关注，怎么样去得到名声，所以他很聪明的去运用这个东西，然后一直试着也成功的让大家知道。或是塑造他是全世界最硬男人这个形象，那真的很硬，对啊，他后来去参加那个 Badwater， 对，那个是一个极地的马拉松，就是要在沙漠里面，像沙漠气候，就是非常白天非常30-40度，对，非常热，然后晚上很冷，然后他好像这个总长度是217公里，然后他17个小时里面完成。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因为世界上能够完赛的人其实并不是太多，对，然后他用意志力一直挑战他自己身体，其实他后来发现出了很多状况，对，然后他自己先天除了之前早期发现他后来心脏也有问题，然后他后来没有办法去跑这些太厉害的马拉松，他后来书里面有写说他后来去挑战引体向上世界纪录。你引体向上可以几下？单次吗？就给你看。我没有做过那种100下挑战啊，就是你有试过？有试过啊，就拉蛮久的，也没有到很久，可能就几十分钟吧。哦，所以你在几十分钟可以拉100下，拉100下，但是他好像是4000下，还是2000多，我忘记了。4030下，就是他那时候这本书我也有看嘛，他就有策略嘛，拉几下休息或是怎么样。对，我试过了，我们之前就是那种100下挑战。那譬如我自己正常情况下，如果做标准的一个宽握，大概是15下上下。对，那100就你一定会递减嘛，你15下拉完很累了，休息一下再拉个13，就然后会越做越少。但是几十分钟内我可以完成，然后做完就是酸痛很多天。他挑战这个金氏世界纪录的规则是必须在24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他好像也是挑战到第3次才成功，后来才成功。对，前面策略错误。他书里面有他那个手都拉烂掉，就是整个手都是吃到那个杆子里面去，整个都拉到烂掉，对啊，都要见骨的那种程度。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是真的很硬啊。对，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在他身上其实看到很多
我没有的东西，对。但是我知道，像他身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跟你身上有一些特质，其实是有点接近的。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对我这种人来说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追求平衡的人，因为我一直觉得，因为其实像这本书里面有讲嘛，他一直硬到最后，其实他也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对啊。那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们的很多的启示是说，意志力是可以锻炼的，就像肌肉一样。对，看了这本书，我对他最认同就是他的意志力真的很坚强，他利用意志力完成了非常多一般人觉得没有办法想象的任务。但我也有些部分我是不认同的，就譬如说持续用不恰当的方式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个人观点，它就是单纯展现你的强硬，但它没有足够的智慧。但是他后面书后来他还是有转变的，对，也许就是要经过这些东西，他才能够知道。像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你需要用意志力去撑，去逼迫自己完成。可是有些时候，这样的行为不见得是睿智的。就像选手带伤上场这件事情，到底是勇敢还是愚蠢？对，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很猛。可是慢慢，我觉得它或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对，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状态不适合，或许有些情况之下，适当的给自己一个喘息，它是好事。对，那就是一个界限的拿捏。然后他另外一个被争议的点就是，其实他听说之前军中的长官跟伙伴都有讲，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过度自我的人，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在乎团队跟组织里面真正应该完成的角色跟任务。这个事情之前有被批评过，但是意志力真的很坚强，然后他也懂得怎么样在身体面临极限的时候，给自己踏出下一步的动力。这件事情很值得佩服。所以其实我们在谈论一个人，因为没有人是圣人，没有，对啊，所以我们看的是他的优点，对。那当然每个人有他的缺点，对。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一下，就是有关于意志力这件事情，对。那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它里面呢有讲到一些怎么样训练意志力的方法，或者是说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强、更 tough。对，因为他很喜欢在那个 podcast 里面，他的风格就是他会讲一些 F word， 对，然后 stay hard， 就是一直鼓励大家要一直硬，对啊，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就是激励大家能够去追求一个更有意志力的锻炼。然后他一个方法就是叫问责的镜子。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常常会说，我们要爱自己，要去包容自己。但是 David Goggins 说那都是 bullshit， 你就是要面对自己的缺点，你就是要直视它，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很肥，你就是写我觉得我自己身材不够好，我太肥了，然后我需要1个礼拜减重多少，把你的目标全部就贴上去，然后你每次站在镜子前面，也就是直视它，看到你自己的缺点，对啊，我不知道对你来讲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接受吗？其实我也是一样啊，之前在超难的课程，我们有很多指导方式，就是让你可以更明确的完成目标嘛。那这个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想的跟你写的是2件事。你可以在脑中设定目标，我想要减肥，可是你把它写下来之后，跟你用想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在写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非常直接，而且非常有力量的。当你想减肥
跟我今天开始多久的时间，我要减多少公斤，然后写下来贴着看到，你的内心接受到的那个讯息的强度是不同的。对，所以想跟写跟做是3件事，然后写是把想跟做之间连接起来的一个关键。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然后后来我其实也会有时候会去写一些目标，或者我会把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去具体化的写下来。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会不一样，因为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譬如说我想要变得更强壮，可是怎么样变强壮，你要把它写下来，或者我想要具体的变成什么样的强壮，写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慢慢会去爬梳你的思想，然后去整理出一个东西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意志力要在正确的地方上使用，然后这个是可以让你意志力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工具，写下来。那你有贴在镜子上？我放在我的笔记本里面。OK， 这样想想，其实贴在镜子上不错。对啊，因为你可以时时刻刻检视自己就随时去看的状态。如果今天我们讲的是，如果以专职对，就是你要放你要把把就像梦想版一样嘛。人家说你做了梦想版要放在一个每天起床或者在家可以看到的地方，用那东西去提醒你，你跟这些梦想的距离还有多远。我有做过梦想版，我觉得蛮好玩的。对，然后做了之后就发现到，原来我有这么多希望达成的事情，有些是具体，有些是不具体。但是你看那东西，你就会知道说，哦，好，这些东西是我的目标，那就跟写下来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OK， 不过他为什么他叫问责的镜子？因为你看着镜子，你要对自己做出承诺。对啊，我觉得不只是样貌，因为比如说你要克服的可能不是样貌，不是减肥或者变强壮，也许是你内心，比如说拖延。对，比如说你有一些你看不惯的坏习惯，你要革除它。那我觉得镜子这个东西是你对自己负责任，你看到你自己了，你不要逃避了，然后这些想要改变的目标跟你的缺点就把它贴起来，就是一种视觉化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视觉化跟具体的呈现，我觉得在完成目标这件事情上面很重要。你可以在想的时候骗自己嘛，没有证据，但是写下来就白纸黑字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在房间里贴海报也是一种暗示，就是我很喜欢 Michael Jordan， 或者我喜欢 Mike Tyson， 或者我喜欢谁，我就把海报贴在房间里。海报是一种偶像崇拜，可是我觉得真的去想，它也是一个思维的工具。你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房间贴什么海报？宇都宫子月没有了。什么我年轻时候贴过《圣斗士星矢》的海报，跟《七龙珠》的海报。Okay. 然后真人的海报我有用过谁啊？好像有用过兰博。对，然后我后来比较大之后，我看了《魔戒》，我有买《魔戒》的海报，有放在房间。然后《The Matrix》就是骇客任务的海报，我也有买，也有放在房间。难怪你会变格斗选手，难怪我会变成 Neo 不是你会变成七龙珠里面。对啊，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拜托，谁不喜欢七龙珠跟圣斗士？我就还好。也是啦，你知道？那你就贴调旗姑娘吗？对，我贴还是彩虹熊？差不多了，差不多。彩虹小马，那都是长头发的。对，我贴了3张，一张是 Guns N' Roses， 哦，那个很棒。然后就是他们5个人坐在地上，然后就是你知道 Slash 就叼着烟嘛，然后其他几个人就是酒瓶啊，然后这样子东倒西歪，披头散发这样，然后中间是 Metallica，对，他们在舞台上面，然后就很狠，然后右边是 Led Zeppelin。哦，真的、哦。对，你当时在 Zeppelin 那首歌还蛮好听的。哪一首？什么 Lonely Lonely Lonely？ 哦，哎，我有唱给你听。我们在以前去 KTV， 你有唱啊？我 KTV 唱 Led Zeppelin， 不然很有 power 啊。哦 ，KTV 不像我们另外一位挚友都要唱方大同，不然就是对韩系的情歌。那是不得已才在 KTV 里面唱。对，以前真的是。不过那次我听你唱，我印象蛮深刻的。我觉得哎呦，让我突然觉得你有一种帅的感觉，是，而不是一个奶油小生。对，现在又奶起来了。不会了，现在是爸爸。对，爸爸是不一样的。对，还是会闲暇时候还是会把吉他拿出来刷一下。对，刷一下。岔题，这个 David Goggins
锻炼意志力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就是他鼓励大家要去拥抱不舒服的感觉，这是很好的想法，没错。对啊，但是拥抱到什么程度，就是智慧了。对，但是他其实跟很多人的研究在讲的是一样，就是锻炼意志力其实跟锻炼肌肉是一样的。对，对啊，他不是说哦，我想要变成一个很有意志力的人，就突然就变那样。对啊，你今天看了 David Goggins 的书，你就会变成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他要告诉我们是说，即便是他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然后他会建议大家每一天去做一件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比如说，你很不喜欢洗碗的话，你就逼自己去洗个碗，对不对？然后你很不喜欢打扫家里、折棉被，这些都可以。对啊，并不是你想象中一次就要困难巨大的事情。对啊，一次就要去挑战铁人三项，不是的，就是从一件一件小的事情去累积。然后他的形容是说，心智你要让它长出茧，对啊，对啊，就像你的拳头一样，这就跟原子习惯的概念也是一样的，对，完全一样的概念。对，所以它是一个一个渐进，对啊，所以他就是展现出来说，他这么巨大的意志力，其实是他用他一辈子的时间去把它累积出来的。但是这个论点还延伸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意志力就像肌肉，但是过度使用它会疲乏。这个是悖论，也不一定。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有人从运动员的生活里面去找到实证，或是说从一些企业家，或是说一些成功人士找到实证，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成就，你必须要是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可是如果在你意志力运用在特定范围里面极端专注的话，你在其他层面的意志力就会降低，就会没有办法把意志力延伸到所有事情上面。所以像之前就有人探讨，就是很多成功的运动员其实可能背后都有一些黑暗面，然后大家会觉得，你既然可以这么自律，譬如企业家、运动员，你可以这么自律完成这么伟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你做不到？那有些人认为，就是在意志力的使用上，他们推到过分的极限了，所以疲乏到一个程度，他连很基本的自控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是有一个学术的名词叫做自我控制的消耗理论。对啊，他们主要是说，他们认为意志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是啊，我也相信是。对，但是你如果今天你去 Google 这件事情，应该这样讲，在短期内意志力是有限的，但长期的时间，意志力可以透过锻炼不停的提升上限。因为就跟肌肉训练一样，你今天练超过你身体能承担的分量，你会痛很久。但是对长期来讲，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变得强壮。聪明的方式或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每次超越极限一点点，然后一直去持续突破，然后你不会有大量的耗损。但是硬干的方式就是我一次干到底，然后痛很久，然后再干一次，然后再痛很久。那这样的话，其实长期来看，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就像选手的培养里面，我们常讲一句话：什么样的格斗选手最强？什么样的格斗选手最强？最强就是打不死的那种，不受伤的选手最强。为什么？因为不受伤就代表你可以持续累积你的训练结果。你只要一次受伤了，休养短则1个月，长则半年，甚至你开刀就是1年。你在这1年的时间，别人用稳扎稳打的方式累积，它是可以创造出比你大起大落更稳定的成长的。其实我觉得意志力也是同理。对啊，你看 NBA 球员很多，如果一直受伤，一直受伤，最后就废了。对啊，年轻超强啊 ，Ben Simmons， 他是心理有问题，对，没有，但是他也是一开始，他也是先从身体受伤开始的啊。对啊，然后他就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人说他是休赛期的 GOAT， 对，哎，蛮可惜的，可惜的人太多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解释非常好，因为我也在想，因为你今天你如果去查这个意志力，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其实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 debate 哦，对，它并不是
就说啊这个东西是已经确认，但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解释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对啊，对啊，对啊，没有，而且因人而异。说实在，有的人就很变态。我觉得像 David Goggins，意志力对他来讲，你如果问他这个问题，他不会认为。但你不要忘了，内容是可以修饰的，真实状况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也是了，对啊，对啊，但是他相信的，至少他在媒体前面呈现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源源不绝的东西，这就讲到他下面一个40%的法则。对40%法则是什么呢？他认为我们认为的极限，往往是我们40%而已。他觉得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调节器，就像我们有天然的保护机制，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办法发挥全力的。对，因为发挥全力会受伤。对，所以他认为就像车子里面有一个限速装置嘛，对啊，因为你那个限速装置其实就是要保护这个硬体。对，北斗神拳就是可以让肉体开发到100%嘛。对对对，他说正常人可能只有使用30%的力量。对啊，但就像你讲的，因为这个保护装置它其实是要限制你的这个引擎烧坏掉嘛。对啊，那人体的这个保护装置其实也是要防止你的身体啊、你的心理过度的操练。对，但是他的理论就是你要超越这个极限，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自我的限制。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带来的限制。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可以开到60、70，然后再是80。那他的书里面其实他就是告诉你，我 David Goggins 就是这么做的。我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我就一直往上冲。对，虽然我很 hardcore， 但一样对这个看法我们可以讨论。反正你到极限的时候是你的40%，那你要突破极限是你要推到50、60，还是要推到95、100？你超越极限，可以透过这样的模式去让你自己持续的成长，的极限会越推越远，这个事情绝对是肯定的。但是越推越远的定义在于你要一次从40推到100，还是40到45到50，然后慢慢去增加。这是一样的事情。对。那如果以真正运动科学或是真正现在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其实适当的推你的极限往外是正确的，但是推太多在身心上都会承担比较大的副作用。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必要？那就要去探讨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如果你追求的是人类在生命当中长期的稳定的成长，其实推开极限远离舒适区是必要的，可是要不要一次推太多就不见得。然后我从自己的选手的经验跟我培养选手的经验其实看到也是一样的东西，一次太多其实很容易情绪上面的崩溃或是身体上面的过度耗损，其实他都要花很大的时间才能够复原回来。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他自己也讲到了，他后来身体出问题了嘛。是他讲是说我用意志力再重新碾压一次，可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用更有智慧的方式完成，然后让他还是一样这么硬？其实我相信一定有。其实这几年我也一直在调试自己，或者是说我在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聊到，就是我相信的事情其实是比较走在一个比较保守我信奉的是一种中庸的哲学。对，我希望凡事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我们讲比较，我注重的可能是长期的。对，比如说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是很平衡的，或甚至是身心灵3方面都很平衡的发展。但是你怎么抓这个度？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讲，他会认为平衡就是停滞。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智慧，要去不断的去体会，说平衡跟把那个限速器拿掉，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它的界限在哪里？那我之前的心得就是，我开始挑战这个远离舒适圈，去挑战自己极限，我也会发现，我的身体就也是开始出问题。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我的手腕，因为我以前受伤过，然后我一直去做倒立啊，做一些很极限的动作，
我的手就不行了，对啊。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时刻，如果我还去问责自己，你太弱了，你要继续。你太弱了，你的手腕没断就可以继续做，断了也可以做，就没有必要了。对，那其实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啊，对，那所以我觉得更平衡的做法，应该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更有智慧的去区分什么时候你要问责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讲的很有道理啊，听起来很像口号，但是是挑战自己的极限。挑战极限这件事情就跟饮食一样，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程度，或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的。我能适用的减肥方式，你不见得。我挑战极限可以到达的程度，对你来讲可能太轻松了，所以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不是突破极限是一种超越的行为，但超越某种程度来讲，它还是适当的。我觉得要找到平衡点。对，所以我刚才想要讲平衡不是退却或是懦弱，平衡是找到一个最佳状态，让你可以持续这个行为。平衡的意义不在后退，而在前进。对，所以我刚才想要讲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困难在那个找到平衡点的那个需要一些智慧。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时候我是应该站在镜子前面去问责自己？那什么时候是应该站在镜子前面去关爱自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目前还在学习的。对，就是要跟自己对话嘛。那就呼应到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透过独处，或是你透过一些任务当中，你可以跟自己对话，去找到真正的你。真正的你不会在别人的嘴巴里出现，也不会在别人的观点里面出现。真正的你是你在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所理解出来的那个样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所以一直强调嘛，就绝对不要外求。我问你我是谁，跟我问别人我是谁，我可能会得到的答案是我想听的，但这个答案是我想听，不代表这个答案是真相。我的真相必须要透过我自己去寻找。那怎么寻找？就是独处，是跟自己对话。阳刚与阴柔讲，男人的极限就是你裹足不前之处。对，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向前进，就敢去跨那一步出去。对，但是跨一步跟跨30步是不一样的。你跨一步2步，慢慢去探索这个边界，但是不需要一次跑很远，因为后果可能是你短期内没办法承担的。身心都一样。我希望男子汉学院是一个可以陪伴我们男生去跨出舒适圈，去接受不同挑战的一个可以互相讨论成长的一个地方。那我希望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者是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去订阅，然后按赞然后分享，然后告诉我们，让我们的领域可以影响更多人。对，然后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看待意志力这件事情，然后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去挑战，或是你有曾经挑战极限的经验，我们也想听听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启发，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变成男子汉。下次见。